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， 今天要继续进行我们的 C 的无小强补完计划。那今天要来开箱呢，就是按照观众留言的第3顺序，完全不会电击招式的电击钢弹。那这一盒提到的时候，大家应该印象都差不多啦，那就是黑色啊、隐形，还有导演没事就会拉出来回忆一下腰斩。那这台我个人是没有到很爱啦，就是毕竟剧中就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表现。虽然是有隐形的特异功能，但就很可惜没什么发挥哦。那就赶快来看一下这盒 MG 的电击钢弹有没有表现比剧中还要亮眼。始めましょう。板件数量15片，比我想象中的多啊。因为电击钢弹本身没什么特别多的武器或是装甲，不过可以看到比起之前的决斗跟暴风，有些许的板件是比较小片的。再来就是贴纸，老样子的水贴、转移贴跟补色贴纸。补色贴纸的形状也大致上推敲得出来，就是瞄准镜、监视器啊什么的，很小张，跟之前的差不多啦。那我们就先将骨架组装起来。组装过程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看我之前开箱的暴风。好，那这边就是电击钢弹骨架组装完毕的样子了。那基本上跟之前的暴风还有决斗是大同小异啦。那只有就是针对一部分就是电击钢弹它自己特有的特征，那进行了一些就是更改。其中肩甲因为各个机体的功能有所不同，那所以就会有不同的造型。那电极这边是幻象粒子的发生装置啊，那可以看到说其中它在内侧里面其实也是有带有一定的机械细节。脚的部分也可以看到电击钢弹多了一个散热口的造型。再来就是裙甲内侧的机械细节，可以看到这一次的电击钢弹透过管线以及这样带有层次的3叶造型来达成更复杂的机械构造。而且也不只是前裙甲，就连侧裙甲以及后裙甲都有像这样子复杂的机械刻画，是我目前组过的3只中视觉情报度最高的一个。那这一点我个人是觉得蛮棒的。那其他部分就是完全一样了，像是大腿内侧以及膝盖内侧的联动效果，那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直接沿用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将我们的外装甲装上去 ，Go！好，各位，那我们这台电击钢弹组装完毕了。那印象其实很深刻啊，就是如果你刚刚没有跳过我的组装画面的话，就会看到我在背面的喷射口花了不少时间就它一直掉，一直掉，一直掉，就很烦。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就是零件的契合度很不够啦，就放上去之后呢，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卡榫啊什么之类的，那所以组装上去的时候它就很容易掉。就没想到最恼人的地方居然是这里。那当然啦，其他部分也是有松动的地方，那待会我们一一来看首先来看一下整体外观，大面积的漆黑配色配上刻出少许的红色，经典的红黑帅气配色啊。紫色比起动画跟设定稿较来的鲜艳，
老实讲，有点不太符合电击应该要有的低调感。整体比例相较设定稿也经过一番修改，像是原本粗大的天线，在 MG 版本中缩小并变得更加细长，膝盖处的装甲也变得更长更锐利，底部的红色细节则缩小了不少。再看到背面，很惊艳的是背部的喷射口，全部都有做出来红色的内层喷射，两个最大的喷射口下方甚至有做出灰色的粉件。在这些设计上可以看到万代有用心，不过背部外侧的两个喷射口颇有问题。刚刚讲过，喷射口本体跟内框之间没有互相连接的卡榫，完全靠形状契合度来固定，偏偏契合度又不够高，组装时一直脱落，花了我不少时间调整啊。另外，我这台是最近才买的，可能是因为老模具的关系啦，所以手臂上方的装甲有很明显的刮伤痕迹。当年有冲首发的观众可以跟我说一下有没有这个状况。接着看一下替换手型，都是成对沿用，分别是握拳、持枪、持剑以及开掌。其中左手的持枪是用不到的，卡榫也是在手指内侧的地方。再来是手持武器，分别是公盾系统3击以及副狼索。公盾系统的外观分色以及枪口的细节都有完整呈现，不过在扳机的设计上有点莫名其妙啊。一般都会有固定在手掌卡榫上的洞，但这台偏偏没有给，在持枪配合手型上会非常的不自然。不过固定方式是配合其他卡榫，安装在手臂的侧面，是还蛮稳固的啦。3连发标枪安装之后符合设定，呈现前后排列的方式，并且都可以独立取下。那标枪呢本身是带有卡榫的，所以可以重现电击钢弹最后拿着标枪冲向攻击钢弹的姿势。不过标枪的收纳状况偏松，没有任何的卡榫固定，所以在把玩上有几率是会脱落的。至于标枪后方的喷射口，这一个就很马虎了，底部是完全的平面，这个外观看起来像是喷射口，不知道是万代当时的技术力不到，还是说纯粹的偷懒。内侧的光束剑柄也可以取下，或是直接安装光束特效。不过收纳的时候，因为安装插槽是开放式的孔洞，因此光束剑柄可以一直向后推，直到碰到护手。这一点说明书也是直接标出推到标示的位置。个人觉得这个设计可以再更好一点啦。接着是命中率超低的副狼索，如果不是这台模型，还真没仔细研究它的外观。本体是带有4片翼状设计以及3个喷射口，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型的火箭。其中黑翼带有一定的可动，爪子的部分也都可以展开并且弯曲，呈现出抓取的姿态。平时呢是透过卡榫安装在左手臂的侧面，发射的时候需要先将本体取下，安装2个替换零件以及线缆来达成发射的姿态。线缆部分符合设定的黄色。另外，因为是 MG 版本，爪子比较大也比较重，可以看到这一次附属的线缆是比较粗的单行线。我本来想说这个应该会过重，但结果还行啦，不太会出现下垂的状况。接着看一下补射处、贴纸跟透胶处。那补射贴纸的部分就是默认的双眼、监视器，还有武器瞄准镜，以及腹部驾驶舱盖黄色的细节处。不过监视器跟瞄准镜这一次都是采用红色的透明零件，这一次的尺寸也都比较大。那我个人是蛮喜欢这种呈现方式的，所以我就没特别去贴了。补色的话，这一台也是需要少许的补色，胸口4处那散热口的灰色，以及副狼索侧面的红色细节，但这边跟说明书上清晰的刻线跟细节是有落差的。模型本体的刻线锐利度非常的不够，这一部分涂装派的玩家就要自己拿工具弄了。透胶的部分也是有啦，那都是在武器上。首先是副狼索3个爪子的内侧，光盾系统盾牌的内侧，以及偷最凶的扳机内侧。真的是要再说一次，身为 MG 来说偷这么多，真的是挺不应该的。接着来看可动，由于基础骨架都是沿用，因此跟之前的决斗还有暴风表现上是差不多的，部分有差异而已。首先来看头部，头部的俯仰、前后摆动、侧摆以及左右旋转，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躯干的后仰几乎没有，那弯腰呢，则是因为驾驶舱盖会跟裙甲是有所干涉，所以幅度非常小，小到几乎看不到。侧摆呢是没有什么问题，那左右旋转也是会跟裙甲是有所干涉，但是没办法完整的180度。中间的驾驶舱盖可以向下搬动开启，不过驾驶舱就偏上方了，整体细节是很难看到。1:100的 Nicoru 这一次少见的给了2个姿势，站姿跟坐姿，涂装派玩家的噩梦啊。再来是手部，肩胛有 MG 的原创玩法，换向粒子的发声装置，将上层向外拉动之后，再将前方掀起就可以呈现。
毕竟剧中就是只有单纯的引擎，没有其他相关的装置，用这样的方式呈现来表达，我个人是觉得蛮棒的。常规的前后360旋转，外摆关节同样得到了配置，并且在手部向上抬时可以获得比较多的可动空间。比起前面的决斗和暴风来说，使用度是提升了不少。肩胛可以向上掀起60度，手部平举可以大概接近100度，手肘弯曲两段可动，150度的水准。那根部旋转以及手掌旋转，还有最后的拇指可动，这些都是正常水准的表现。再来是旋夹，旋夹的可动都有点偏松哦，阻力感是有点不够的。那前军甲呢都是独立可动，那向上掀起大概是100度。那太大力的话，就像刚才一样，上方的黑色板件会直接喷飞。这一点呢，在把玩上其实蛮困扰的，因为是真的很容易喷掉啊。后拳甲只有大概30度，侧拳甲也是30度，而且在把玩时，这个尾端的红色零件契合度其实也是不够的，常常会脱落被地板精灵吃掉，要注意一下。脚部的前踢为90度，后踢的话看起来会受到后拳甲的影响，不过因为造型上的设计，所以也是有90度。侧踢受到侧拳甲的干涉，只有60度。根部旋转也是受到造型影响，只有90度。MG 常规的提升可动髋关节当然有配置，屈膝的话则是接近180度的两段可动，脚掌盖可以向上微幅的掀起，两侧的喷射口也都有90度的可动。那脚掌的前后摆动、侧摆也都有一定的可动。那旋转的话，则是会受到内部骨架的干涉有所限制，脚掌的前端同样可以向上翻动。另外这次在后方有蛮少见的钩地爪设计，蛮意外有这个东西的。可以让站立稳定度提高，不过电击钢弹本来就不太会倒啦，所以基本上不太需要就是了。最后是喷射口，背部的2颗大型喷口在上下以及左右都有一定的可动，那中间的小型喷射口也可以上下搬动。那以上就是这台 MG 电击钢弹的开箱了。那比起前2台的决斗跟暴风来说，就没有到很满意啊。外观上是很帅啊，没错，因为毕竟就骨架沿用嘛。所以比例自然一定会好看，不过把玩上的体验就是有点偏糟，就是零件东掉西掉的。把玩这种事情要爽的话，要么就是视觉效果要好，然后机关要多，不然就是零件稳定度够高。你把玩一下子，然后零件一直狂掉，整个火就会上来哦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扳机也没有可以让手掌安装的动，然后再来就是偷焦处也变多了，那这些都很扣分哦。那虽然呢是有附就是蛮令人意外的钩地爪啦，然后还有就是幻象粒子的原创玩法，不过这些我是觉得没有办法到瑕不掩瑜的程度哦。那下一支开箱的也就是神盾啦，不过应该不会是这周开，因为我本来想说这一周可能会有觉醒的 G-Crux 或是 FRS 的地法，结果都没到货。那神盾我也没有买，就这样子。那这一周的话，应该会直接挖一盒3D 来开啦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因为最近家里有发生一些事情，然后需要去照顾一下家人，所以呢可能没有办法就是维持收更，但我会尽量啦。那总之呢，还是很谢谢各位观众，就是愿意收看我的影片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。